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民国晚期，奇台县有个叫房六的商人颇有资产，本来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不料偶然染上毒瘾，偌大的家业没2年就败得干干净净，过惯了富贵日子，如今吃喝都成了问题，还欠着一屁股赌债，走投无路之下，想要一死了之。这日日落黄昏，房六带着一根绳来到树林，寻了一棵树，将绳一绕，垫了块石头，脖子就伸了进去。他鼓足了勇气，将石头用力一蹬，还没等他挣扎几下，啪叽一声摔到了地上，绳子断了。虽说如今落魄了，可当初那大鱼大肉养出的一身肥肉还是有些分量，细麻绳挂不住。房六四脚朝天哎呦几声，觉得自己倒霉透了，10赌9输就算了，如今连死都不给个痛快。正当他怨天尤人时，树上突然出现一名女子，女子身着雪白长衣，曲线玲珑，长得更是美艳动人。房六由下至上望去，看傻了眼。女子莞尔一笑，说道：人生苦短，何必这么想不开呢？我猜你定是为钱财烦恼吧，这里有一条腰带。女子说到这，手中变戏法般出现一条腰带，丢到房六身上，又道：房六，只要你将此腰带系在腰上，我保你逢赌必赢。房六急了，这女人是什么来历？是怎么知道自己情况的？他连连追问：你如何知道我的名字？怎么知道我输了钱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女子轻笑一声答道：我是谁重要吗？你想不想赢回所有的一切？房六一听也是，反正现在也走投无路，只要能帮自己，管他是人是鬼，是仙是怪。他又问道：我不信你会无缘无故帮我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女子满意地看了他一眼，说：自然是有要求的，只要你将赢回来的钱分我一半即可。房六心想，这还不简单，稳赚不赔的买卖啊！于是又厚着脸皮向女子讨了些本钱，系上女子所送腰带，杀回了赌场。果然如女子所说，带上这条腰带后，房六运气好得不得了，一盘盘赌局随他所想，稳赢不输。房六赌的是面红耳赤，心跳加快，看着对手挫败如山的样子，大呼痛快。1天1夜过去了，房六不仅还清所有的赌债，甚至还赢回4万两银票。房六春风得意来到树下找这名女子，他觉得自己定是上辈子好事做多了，不然怎么会碰见这等好事。等来到树下时，房六环顾四周，又抬头看了看大树，没人。忽地刮起一阵大风，伴着树叶沙沙声，阴风阵阵。房六见女子一直未出现，此处此刻也有些阴森，正想要离开，一条大蛇突然从天而降，他吓得手舞足蹈，连滚带爬捡了地上的一根木棍给自己壮胆，大蛇却又不翼而飞。房六举着木棍紧张地四处查看，生怕大蛇又突然出现一口将他吞了。突然一只手在肩上拍了他2下，啊啊！冷不丁的接触给房六吓得哇哇大叫。一个女声传来：别叫了，别叫了，是我。房六听着声音，转头向身后看去，是那日的女子，还是那身装扮。房六吁了一口气，问道：姑娘，你可吓死我了，你从哪来的？女子说：别姑娘姑娘的叫，我有名字，叫白仙。赢了多少钱？房六憨厚地冲白仙笑道：赢了1万。说完给了白仙5000银票，又从兜里掏出一条项链递给白仙，说：白姑娘，这是我的一点小小谢意，不成敬意，不成敬意哈。白仙将他手推开，冷笑一声：少来这套，有些东西不是那么好吃的。房六一脸无辜道：白姑娘，你这说的我就听不懂了，该给的我都给了，
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便装傻吧，不守信用没有好果子吃，你给我等着。白仙厉声说完就扭着腰离去。房六听着不当一回事，一个妇道人家能拿他咋地？就算有些本事，到手的钱也别想他吐出来。自从这天过后，房六的家里就开始出事了，院里每天半夜都被人倒满了臭屎，无论怎么洗怎么刷都无法去除那股奇臭无比的味道。房六心里清楚，肯定是白仙搞的鬼。这天夜晚，房六在院里设下了机关，只要有人进来，机关上的铃铛就会响。他拉上侄子房海，一直等到了晚上，直到半夜时分，外面的铃铛终于响起。二人快速地开门一看，却并没有发现人影。这时细心的房海却发现一条蛇尾从墙角消失。第二天一早，房六收到了一封信，署名白仙。信中白仙表示今晚是最后一次机会，如若不交出2万两的话，那他会让他接着一无所有。房六看完信后，顿时被气得火冒三丈。当天夜里，他就来到了树下找白仙，怒气冲冲质问他：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无凭无据，又没有签字画押，凭什么给你2万？那是我自己赢的，给你5000已是让你占了天大的便宜，你还得寸进尺。白仙气急反笑：我再问最后一次，钱你是给还是不给？房六头一抬，鼻孔一哼：不给。白仙也不废话，猛地向房六扑去，双腿将他死死绞住，张开嘴朝房六脖子咬去。房六情急之下，摸到一块石头就往白仙头上砸，巨大的力道让白仙瞬间就被砸得晕了过去。房六挣扎着站了起来，又狠狠踢了2脚泄恨，便像没事人一样回了家，拿着那些钱又回到每天吃香喝辣的日子，还看上了一个貌美的姑娘叫美珠。这天，房六带着美珠来亭子游玩，风景正好，两人你侬我侬。正待肌肤相亲时，美珠却惊恐地瞪大了双眼，推开房六，结结巴巴说道：蛇，好大的蛇！房六顺着他视线望去，一时间两人吓得双手抱头挨在一块瑟瑟发抖。过了会，见没啥动静，两人鼓起勇气又朝那处看去，大蛇早已经消失不见。当天夜里，房六的身体出现了异样，在他腰部的地方出现一圈小红点，奇痒无比，让人辗转反侧无法入眠。起初只是痒得难受，后来竟像中了邪似的慢慢的长大，渐渐的东一块疙瘩，西一块疙瘩，一块块的连接在一起，像在腰上包了一条厚厚的腰带，而且越长越厚，厚到房六每日只能套上松垮的睡裤才得以出门。成亲那天，房六穿着睡衣笨拙的出现，美珠一直盖着盖头，倒也没发觉。洞房花烛夜，房六坚持吹了灯行事，美珠依了他。谁知两人坦诚相待时，美珠摸着那处正奇怪，透着窗外的月色看清了腰上似蛇皮的东西，吓得尖叫一声，衣服都顾不上穿，爬下了床，颤抖着问房六：你这是什么东西？房六苦着脸，他也不知道啊，看遍了大夫都道不出个所以然来。美珠实在无法忍受这样与他行夫妻之事，说了声我去洗个澡，就离开了房间。房六等着等着睡着了，第二天一早醒来，发现美珠回娘家了，而且这一去就不见回来的踪影。眼见漂亮媳妇要跑了，房六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3天2头派房海去请美珠回来。美珠没请回来，倒是制造了机会，让这两人看对了眼。房海经常借着去劝美珠的机会，两人相会，一起逛街，一起游园玩乐。另一边，房六被腰部红点折磨得苦不堪言，到处打听哪里可以治他这怪病。最后在族里老人那听说边上道观有个法师，法力高强，能治各种疑难杂症，便带着厚礼来到了道观。果然说明来意后，门口道童将他领到了一个仙风道骨的法师那。法师一看，
再上手一抹，你这是惹上了蛇精，长的这东西叫蛇妖啊。房六一听，再联想到那条白蛇和白仙，吓得脸色一变，扑通一声跪下，大师，求求你一定要替我想个办法啊。法师摸摸胡须，一脸难色。房六起身将带来的厚礼尽数拿给法师，又掏出身上所有的钱，说道，大师，这是定金，如若解决了这事，定当还有后报。法师言道，办法也不是没有，首先你得有本事抓了那蛇精来，然后抽了他的血，连同符咒清洗患处即可。听了法师的话后，房六一刻也不敢耽误，在见过白仙的地方一一寻找。然而令房六意想不到的是，蛇精还没有抓到，反而在亭子那带到幽会的房海跟美珠。房六气得七窍生烟，一个是他侄子，一个是还没吃到嘴的媳妇，他在这担惊受怕。这两人倒好，背着他竟然勾搭在了一块。当下房六立即将两人揪了回去，请来族里的长老做主。结果因为族里子嗣凋零，如今见房海和美珠以生米煮成熟饭，反而劝房六放手，说道，你与他并无夫妻之实，不如成人之美，让他们拜堂成亲吧。房六这回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他把这所有的一切全都怪罪在白仙的身上，他发誓一定要抓到，将其碎尸万段。房六来到与白仙初见的树前，鼻涕眼泪横流，跪在那哐哐磕头，白仙人，白奶奶，我知道错了。他掏出几张银票放在树前，说道，我不该骗你，如果我已受到了惩罚，钱都在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如今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，您老将钱拿去，把我当屁放了吧。这时树上传来些响声，像是爬行的嗦嗦声。房六跪在那，吓得瑟瑟发抖，没敢往上看。哼，早知如此何不当初，守信乃是基本，你连这都无法做到，活该。白仙身着一身白衣翩翩出现，拿走银票后转身便要走，谁知房六趁白仙转身之际，从兜里掏出一瓶道士给的雄黄朝他撒去。白仙毫无防备，现出原形，巨大的白蛇在地上剧烈扭动片刻后瘫软在地。房六大喜，带着人将抓到的白蛇交给了法师，接着法师取了些蛇血滴在了清水中，并将一张符咒施法后扔在水中。他告诉房六，用这盆水每日一次清洗，就可以治好他的蛇妖。房六这几日便住在了山上，每日取血，每日清洗，果然不到5天的时间，他的蛇妖渐渐消退。白仙因中了符咒无力反抗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这背信弃义的小人每日取他的血来解除诅咒。房六在诅咒解除后，心中大喜，看着白仙心中恨道，就是这个妖怪让他受了这些日子的苦，不杀他难消心头之恨。法师见状说道，万物皆有灵，蛇修炼不易，况且他并未残杀成性，放了他吧。房六却道，大师，你这话就不对了，他对我如此恶毒，害我至此，如若不是我抓了他，恐怕不久我便命休矣，况且成了精怪的肉必定大补吧。嘿嘿，我也不独享，街坊邻居都可来。法师已无力阻止，叹了口气摇头离去。房六要杀蛇的事情被房海夫妻俩给知道了，他俩认为是房六背信弃义在先，这事的确不能怪白蛇，况且他们能成为夫妻，这条蛇的功劳可不小。于是夫妻俩趁着众人磨刀烧水的时候，偷偷潜入后院将白蛇给放了。等大家高兴地准备将白蛇剥皮吃肉时，笼子里空空如也。等房六带人追到二人的时候，大蛇早已经逃之夭夭。夺妻之仇，放蛇之恨，让房六对房海夫妻二人恶意满满，虽是亲人，却已形同陌路。房六蛇妖好了后，想到在赌场百战百胜的风光战绩，内心又蠢蠢欲动。他没抵住诱惑，又上了赌桌，
从赌场出来时身上一干二净，又穷又爱赌，这附近已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。他无奈之下娶了好吃懒做的阿莲，好歹是个女的，能暖暖被窝。房海夫妻叹道：叔叔怎么这么糊涂，居然娶这种女子进门。阿莲进门后从来不做家务，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不仅如此，还经常向房六要钱。房六哪里还有什么余钱，可只要他稍微迟疑一些，阿莲就不给他好脸色看，两人经常吵闹打骂，家里鸡犬不宁。房六在这种环境中又迷上了酗酒，做了工的2个银钱便去打壶酒，喝得醉醺醺，整日暗叹自己的命竟然这么苦。这天，喝醉酒的房六东倒西歪往家走去，忽然隐隐看到大门处有条大蛇，他吓得一个机灵，拿起酒壶就要向蛇扔去。大蛇抬头怒视于他，房六眼睛一翻，竟晕了过去。从此之后，房六的精神开始出现了异常，经常看着空无一人的地方吓得哇哇大叫，或者将身上抓得伤痕累累，说有东西在身上爬。房海见叔叔这样，终究有些于心不忍，他带着叔叔去了山上找法师求助。法师叹气道：带上祭品去和蛇精道个歉吧。房六怕极，想让阿莲去，阿莲更是一口回绝。无奈之下，房海夫妻只好按照法师的指示，带上1箩筐的鸡蛋来树下替叔叔向蛇精赔罪。2人刚拜完不久，白仙出现在他们的面前。白仙奇道：明明是你叔叔犯错，为什么要你替他来道歉？房海说了叔叔如今的状况。白仙说：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今日受了你们的礼，我便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吧。从这里开始往前走7步，脚踩之处有箱黄金，那是你们房家祖先留下来的财物，你们可以将它取走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这些钱有一半必须用来资助穷人。等白仙走了之后，夫妻俩果真在7步之下挖到1箱黄金。他们谨遵白仙教导，依照约定四处探访，凡是贫困人家都能得到他们的资助。夫妻俩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善人，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阿莲十分吃味。如果当初是他去祭拜，那这些黄金是不是都会是他的？房海这傻子，竟还将钱给了那些不相干的穷人。于是他也学房海来到树下去拜白仙。阿莲满脸诚意说道：我也有一颗向善之心，可惜身无财物，有心无力，仙子能否成全，让我也行善积德呢？白仙没有多说什么，满足了阿莲的请求，只是又告诫了他一次，记住，这些钱只能用来做善事。阿莲连连称好。等白仙走后，他嗤笑一声，那样做的人是傻子吧？他却不知，白仙早就知道阿莲是个贪财的女子。此谓将计就计，阿莲风光了几日后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她的眼神开始变得渗人，举止更是变得安静温柔，与之前判若两人，让人摸不清她到底在想什么。不仅如此，家里的鸡蛋总是莫名其妙的不翼而飞，开始都以为家里进了小偷，直到这天夜晚，众人看见了恐怖的一幕。阿莲披头散发来到厨房，吞食了几个鸡蛋后，开始在地上爬行，并且不断地吐出红色的舌头，如同蛇女。房六和房海看着这一幕后背发凉，但是他们却不敢惊动阿莲，只能在那默默看着。好在阿莲过了1个时辰又自个回了屋。房六猜测这一切肯定又是蛇精干的好事，他不明白为何蛇精一直不肯放过他，如今更是祸及阿莲。等阿莲清醒后，众人带着阿莲去找法师帮忙，并将阿莲最近的异常全都告诉了法师。事不宜迟，当天夜里，法师立刻开坛做法。然而就在施法的一瞬间，原本清醒的阿莲一下子又变得状若疯魔。法师用手中的八卦镜照在阿莲的身上，白仙的真身出现了。法师怒吼道：人有人道，妖有妖道，你为何要缭乱人间？
白仙冷笑一声，我就要闹得他们寝食难安，我要替房家教训这个不孝的子孙。法师问道，你和房家有何渊源？为何要如此？白仙说道，也罢，今日便说个明白。原来100多年前，白仙正在修炼时，正好被2个村民给抓住，他们准备将白仙带回去杀了炖汤，恰好此时被房家的祖先看到。房家从小信佛不杀生，于是他花钱将白仙买下放生，救命之恩无以回报，所以白仙发誓，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，就会保佑房家后代子孙。那日他遇到正要自杀的房六，救下了他，没想到这个人不仅贪财，还不守信用，居然还用卑鄙的手段来害他。他不愿房家出这种子孙来破坏房家的名声，所以就让他换上蛇妖来教训他。没成想他娶的媳妇也是个不守信之人，该罚。白仙讲完故事，最后说道，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完全都是为了房家的名誉着想。房六一听，原来当初是托了祖先的福印才得以活命，可他却辜负了白仙的良苦用心，财迷心窍，不由得心生惭愧。他对白仙发誓，以后一定好好做人，如若再犯什么错，他心甘情愿接受白仙的惩罚。房六夫妻经过这次教训后，果真脱胎换骨，四处帮助别人，又重新为房家赢得了名声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